大家好，最近大疆 Pocket 3这款 Vlog 相机呢，铺天盖地的在各个频道上宣传和曝光。那本期视频呢，我就把 Pocket 3跟 iPhone 13 Pro Max 装在 OM5 稳定器上进行一个画质上的对比。后面我也会分享一下 Pocket 3它的缺点以及我购买它的理由，还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购买。首先，机器是我自购于 Best Buy， 一切都基于我真实使用的体验。首先是白天画质的对比。左边是 iPhone 的主摄，右边是 Pocket 3，锐化设置为0，其他设置都为默认直出。这是一个大光比又有点逆光的场景。在云层那一边呢，可以看出 iPhone 的动态范围会更强一些。在画面的稳定性上，原来没有对比过，现在才发现手机加稳定器呢有点摇晃，可能是 iPhone 13 Pro Max 比较重的原因。天空除了锐化的区别，其他看起来都差不多。远景上 iPhone 因为算法的加持，感觉会更亮，并且锐化也比较厉害。有的人喜欢这样的感觉，觉得很清晰，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画面呢没有对比，并且到处都是细节，不符合我人眼看到的效果。这里两边都不错，但 iPhone 最要命的问题呢，它就是总是把红色处理得非常的显眼，这个问题存在很多年了。远处的玻璃上能看出 Pocket 3的动态范围呢，依旧不如 iPhone。这里呢，左边的颜色还是偏暖，不过 iPhone 能看到墙体上的材质和纹理，右边的 Pocket 3就看不到了。iPhone 对建筑的纹理还有天空的处理都好不少。高光部分 iPhone 还原的更好 ，Pocket 3只剩下苍白的高光。肤色的对比，近距离特写。iPhone 的主摄是24毫米的 ，Pocket 3呢是20毫米，所以后者会更广一些。这个场景呢很好能看出两个相机的色彩倾向 ，iPhone 这边会偏暖一些，并且把一切暖色系的颜色都变得更加鲜艳，这也是我不太喜欢的地方。但是在白天的画质下，抛开锐化问题，我觉得两个相机呢都差不多。网上很多人拿 Pocket 3跟无反相机做对比，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这边是夜景的对比，左边还是 iPhone， 右边还是 Pocket 3。Pocket 3的 ISO 呢，我最高设置在了1600。之前没有设置的话，虽然看起来会画面更亮一些，但噪点多到爆炸。如果你是在手机上观看，估计觉得效果都差不多，但是在大屏幕上看的话，就会发现 iPhone 的画质会更模糊一些。网上都在吹 Pocket 3的暗光有多强，画质有多么惊艳，其实和 iPhone 的差距不是很大。当 iPhone 拍得不清楚的时候呢， Pocket 3虽然看起来更亮，但那个画质其实也是不可以用的。灯牌这边可以看出 Pocket 3更好一些。小巷子这边右边的色彩会稍微那么饱满一些，这里挺有意思的。白天的时候 iPhone 的色彩会更鲜艳一些，反而到了夜里 Pocket 3的颜色会更丰富一些。
对比一下高光的压制 ，Pocket 3会好一些。iPhone 镜头里面满满的鬼影。现在是晚上的辐射，看一下。右边能看出更锐一些，噪点也更干净。左边如果是70分的话，右边大概就80分吧。看似两边在晚上差距不大，但左边是需要稳定器加持的效果。像超黑的情况下。就像我刚刚说的，在光线很微弱的情况下，两边的画面都达不到可用的水平。接下来说一下 Pocket 3在我使用之中总结的几个缺点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视频文件的体积巨大，这个问题让我考虑了非常久，要不要购买这个产品。它视频文件的尺寸呢，大概是 iPhone 的2倍左右这里就是我得出的文件尺寸。每次出门呢，拍一次都要带回至少30GB 的素材，然后大疆给了这个机器只有 USB 2.0 的传输速度，每秒钟只有30多 MB 左右，真的非常不方便。那个记忆卡呢，虽然可以拿出来，但也需要有指甲才能压出来。第二个问题呢是它的方便性，因为结构问题呢 ，Pocket 3需要装在套子里面，这样呢就导致不能像手机那么灵活的即拍即用。还有呢，它完全不防水，云台非常脆，在多雨的温哥华这边呢，就需要更多的呵护。现在来谈谈我买它的理由。首先呢是便携性，我对画质稍微有一些要求。Pocket 3对比手机加稳定器体积真的小太多，这也增加了很多实用性。上次去爬山的时候呢，发现手机加稳定器实在太麻烦了，拆开好几十次。另外也因为体积比较小呢，走在街上的攻击性也小多了，别人也不会一直看你。第二点吸引我的就是它的画质和色彩之前也提到了，在色彩上它会比 iPhone 来的更真实、更饱满一些，并且也可以关掉那个烦人的锐化效果。夜景和暗光的拍摄可用性也是一个加分项。第三点呢，就是它可以自动跟随，并且在手机上监看并且操作。这功能对于单兵作战的我来说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功能的话，在外头抓螃蟹钓鱼的时候呢，就能够提高画面的构图和拍摄效果了。总结一下呢，网上铺天盖地的宣传 Pocket 3呢可以取代相机、取代手机，画质多么牛逼但看完我的视频呢，你心里面应该有了一定的参考基准。如果你也是对画质有一定的要求，又不想天天带着稳定器出门，并且呢又希望这个产品呢能够提供协助拍摄的功能，那么这款产品呢应该是很适合你的。那么下期视频呢，我会主要谈一下 Pocket 3的画质在每个模式下的区别。好，谢谢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